楼上邻居谎称看防水借走钥匙，偷偷在我家棚顶安装管道。我上楼讨说法，大妈却破口大骂：钥匙是你自愿借的，我又没逼你。我在我家的地底下装管道，关你屁事？找物业，报警，你也不提前打听打听我是谁，随便你去告。这房子的户主是我婆婆，你要是能把那个老不死的送进去吃牢饭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出差回来，望着棚顶的15个窟窿和数根管子，我傻眼了。上个月我还在外地，接到楼上邻居电话说他家刚装修完，想到我家看一下防水效果。本着邻里和睦，我就把钥匙邮寄给他了。可没想到2个月之后回来，我家就完全变了样。手里拎着大妈刚塞给我的2箱王老吉，心中的怒气蹭蹭往上窜。原来这凉茶是准备给我拜火用的呀！提着2箱凉茶，我冲到楼上，使劲砸门，哐哐哐的砸了好一会儿，里面才有人出来。大妈只把门打开一条缝，探出满头羊驼卷的脑袋：“谁呀？敲这么大声，心脏病都要下犯了。”她一看是我，立马就把门关上了。好在我反应迅速，一手紧拽门把手，一手将1箱凉茶挤在门缝里。大妈，我好心借给你钥匙，你却把我家弄成那样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几分钟之前还满脸笑容的大妈，此刻马上换上了另外一副面孔。钥匙是你自愿借的，我又没逼你。再说我是在我家地底下装的管道，碍着你屁事了？还有啊，感谢礼你都收下了，居然还好意思厚脸皮跑上来找我来要说法。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不要脸。大妈死命往外推我抵住门框，分毫不让。本来我是考虑到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打算上来和平解决问题的，可没想到大妈直接耍起了臭无赖。我把凉茶箱子踢进屋里，这里我可不敢收，看在咱们是邻居的份上，我也不管你要赔偿了，只要你把我家恢复原样就行。话音刚落，体格壮实的大妈就往地上一躺，朝里面大声喊：老娘啊，快出来帮帮我呀，楼下的欺负上门了。大妈躺在地上捂着心窝，哼哼唧唧。一个佝偻的老太太腿脚麻利的从里屋小跑出来：你有事冲着我老太太来，别欺负我儿媳妇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家装了监控，私闯民宅可是犯法的。我这才注意到楼上邻居在门外和屋里都装了摄像头，一只脚不自觉地退到门外。但很快我就反应过来，这事是他们不占理，我怕个毛线。我坚持要他们将我家恢复原样，这可是我准备和女朋友结婚的新房，要是他们不同意，那我就只能撕破脸皮报警了。大妈和老太太坚称是我自愿的，还说我就是想事后讹钱，你要不是自愿的，那为什么要把钥匙借给我们？现在来找后账算什么？想要钱就直说。我好心借给你们钥匙，是想着邻里之间这点小忙能帮就帮了。我也是普通百姓，知道买房装修不易，你们说要到我家看一下防水效果，我就借了。然后又看在你们都上了岁数，我才和和气气的上来和你们谈。可现在你们还要倒打一耙，摊上这种不讲理的邻居，真是倒大霉了。我强压着怒火，你们要是这个态度，那我就去找物业，然后报警了。找物业？报警？随便你去告。这房子的户主是我婆婆，你要是能把那个老不死的送进去吃牢饭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大妈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屁股。不过在打110之前，你还是先打个120吧。我手机还没掏出来，就看到那个佝偻的老太太在我面前晕了过去。我被网暴了，我上了同城热搜，个人信息也被广大网友人肉出来了。视频里，佝偻的老太太倒在地上，大妈无助的痛哭，而一脸冷漠的我却站在一旁，无动于衷。视频的文案更是刻意带节奏，说我欺负弱势群体，评论区清一色全都是骂我的。看完后我都被气笑了，这帮人都不知道事情的真伪就开始乱喷，我特么才是受害者好吗？昨天我上楼理论，后来那个老太太就倒地了，楼上大妈非说我把老太太心脏病气犯了，还说老太太必须住院疗养，要我亲自陪护，费用也得我出。最后她讹了我2000块钱医药费，这事才算了结。我不仅说法没讨到，还被大妈给讹了。我的个人账号被曝光之后，无数条私信辱骂我，还有个别大 V 也开始带节奏，好多人转发那条视频。我一夜没睡，手机上的信息提示就没停过。现在不光是我被谩骂侮辱，而且女友和家里人也受到了牵连。女友为此还要和我闹分手，家里人本就看不上我，这回更是不听我解释，让我死在外面，以后不要再回去了。回想这些年受过的苦，好不容易逃离了原生家庭，终于靠自己的努力就快要拥有一个简单幸福的小家了。可现在全完了，全他妈完了。我一下子又回到那段灰暗不见光的日子里，想死的念头再一次冒出来，瞪着眼睛到天明。一大早又被公司领导叫去谈话，原来公司账号也被网友们攻陷了，评论留言全都是要求公司辞退我这种人渣败类的。我向领导陈述了前因后果，并解释这明显是经过恶意剪辑的视频。姚光，这事就算我相信你也没用啊！B站上这种社会话题，热量就会持续发酵，公司现在压力也很大呀。我理解领导的顾虑，可我刚买了房子准备结婚，每月的房贷压力也很大。我向领导保证，我一定尽快处理好这件事，绝不给公司找麻烦。好在领导看在我这些年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情面上，答应给我时间解决问题。我本来想趁着休年假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可就在我刚休假的第2天，楼上大妈就带着一群老头老太太找到了我公司。
我休假的第一天去找小区物业交涉了，物业的工作人员态度十分恶劣，说这事不归他们管，让我自己去和邻居谈。我气得直接在物业办公室发了飙，工作人员这才不情愿地把物业经理叫了出来。物业经理的态度好了很多，还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水。小姚，你这个情况比较棘手啊，你和你楼上的401住户都是我们的业主，物业绝不会偏袒谁半分。可401住户在你家装管道的时候就已经和物业打过招呼，说经过你同意才装的。哦，对了，401住户当时还当着我们的面拆开你从外地邮寄回来的房门钥匙，所以这是我们物业是真没办法从中调解，要不然你还是报警吧。协商无果，还憋了一肚子气。出了物业办公室，我直接到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。民警同志表示会按照相关流程跟进，让我回去等消息。可第二天派出所的消息没等来，却等来了公司领导的电话。我急匆匆地赶到公司，发现同事都用异样的目光看我，包括门卫老头也是。领导面色铁青，大妈和一众大爷大妈们霸占了办公室里所有能坐的地方。小姚，这事你可不能怪大妈，是你先不给我活路的。大妈我一把年纪了，还要被你污蔑，被警察盘问，你这不是把大妈往死里逼吗？大妈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找你的领导要个说法了。当着领导的面，我强忍着没发火，我好心帮你，你却把我家搞成那样，现在还想把我的工作也搞没了。大爷大妈根本不听我说什么，只是一味指责我欺负老年人。看着他们此刻得意的嘴脸，想到这些年的经历，想到好不容易好起来的生活就这么给毁了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还没挥出去的拳头被领导拦了下来。姚光，冷静点。我这才意识刚才太冲动了，要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被我打伤了，我真是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这种普通平民在这个社会根本没有放肆的资本。深呼一口气，我咬着牙说道，给你3秒钟，马上带着你的人滚，不然我还报警。大妈没离开，反而坐在地上开始哭嚎，今天你必须到警察局去撤案，并且保证以后不能再骚扰我，否则我就一直坐在这里哭。我太阳穴突突直蹦，脑仁都要炸了，真是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存在。领导把我带了出去，意识到这件事没那么容易能解决，考虑到公司的影响和领导的压力，我主动提了离职。领导无奈地叹口气，说先给我办停薪留职，等彻底解决了麻烦再回来上班，但对外就说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大妈听到领导亲口说因为事件影响恶劣已经把我开除时，她明显面上一怔，然后又开始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开除了？谁让你把他开除了？我是让你这个当领导的批评教育他一顿，让他去警察局把案子撤了，再保证以后不再骚扰我。你把他开除了，我还找谁说理去？大妈又开始歇斯底里，可这回没了顾虑，我没再惯着他，拽着他的脖领就把他拖到了公司门外。可能是我忍得太憋屈，所以此刻神情很吓人。后面的那群岁数大的只敢嘴上嚷嚷，用言语谴责我，却不敢真的上前与我撕扯。我一直把大妈拖到了公司门外，用了生平最大的声音朝她嘶吼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能不能把我家恢复原样？大妈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，做梦去吧，我就不给你恢复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我叫了车，把公司宿舍的东西都搬到了新房里，打开拼夕夕，一连下了数单。我给女友发了数篇小作文，才稳住女友。至于家里人，我一一拉黑了。我可能天生6亲缘浅，就不配拥有家人。楼上大妈知道我在毛坯房里住着，天不亮就故意光脚在地板上啪嗒啪嗒的回来走。一大清早她已经冲了5次马桶，每次冲水的声音就清晰的在我家棚顶的管道里回荡。可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安静的等待着。3天之后，我下单的快递都到齐了。半夜12点，我准时打开了震楼器。没一会儿，我就听到楼上大妈的咒骂声，我立马关掉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再次打开了震楼器，再关再开，很快我家的房门就被砸得哐哐响。我打开门刚想骂，一看却是楼上402的住户。402的大哥还是有素质的，没一上来就骂我。待我和他说清原因后，大哥沉默了。你平时不在业主群里吗？怎么敢把钥匙借给那一家人的？我平时忙工作顾不上看群，也是最近才听说401的大妈在小区里已经臭名昭著了。这样吧，哥，我出钱，你带着嫂子去小区对面的酒店住1个星期，你看行不？大哥短暂思考了一下就同意我的建议，但是说什么都不要钱，反正我那房子也快卖出去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有那样的对门做邻居简直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噩梦。兄弟，这钱我肯定不能收，我现在就带着你嫂子搬去酒店住，就当2度蜜月了。兄弟，你也算帮哥出了口恶气，哥祝你好运。没一会儿，就听到402大哥带着妻子拖着行李箱出去了。灌下一瓶江小白，我也拖着行李箱上楼了。401门口，我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。行李箱最上层是高分贝的大喇叭和 KTV 专用彩灯，下层是一个震感十足的大音响。昨晚我已经提前录制了一首伴奏乐。箱子下层是一大袋混装的五谷杂粮，最下层还有一大包明黄色的纸。摆好音响，支好彩灯，我抓了2把粮食均匀地撒在401门口，按下了播放键。凝重而凄清的哀乐缓缓流出，由轻及重。我一手拿起大喇叭，一手抓起一把黄色的纸钱扬了出去。楼上大妈，一路走好。
走在半路望家乡，家乡儿女哭泱泱，跪在门前把纸烧，儿女伤心要断肠。楼上大妈命归天，大妈停在房中间，五谷杂粮摆门口，装好大妈路上用。小时候在农村，爹妈为了钱，没少让我跟着专门办白事的亲戚跑场子。为了练好这抑扬顿挫的哭腔，我小时候可没少挨打。我是第一次觉得挨打是值得的。循环唱了10分钟，401的大门还是没打开，可我还是听到了里面的声音。我的酒劲还没完全散去，又唱了半个小时才拉着行李箱下楼。这一晚，我难得睡了一个安稳的好觉。第二天，我一直睡到了自然醒，楼上没再发出任何异常的动静，可也没见大妈下楼和我商谈。更令我奇怪的是，昨儿半夜我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本来我都做好了和其他邻居道歉和解释的准备，可一个来找我的邻居都没有，甚至整个业主群里都是静悄悄的。直到我晚上收到搬去酒店的402大哥的信息，我才知道原来他提前和其他邻居们打过招呼了。大妈在整栋楼里都是出了名的恶邻，不少邻居都和他家发生过冲突，可最后的结局都是大妈获胜了。不是真的怕了他，而是和他这种人消耗不起。有一些条件好的邻居低价卖了房搬走了，有些还在月月还房贷的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找物业，物业也没办法；找警察，大妈就会把她80多岁的婆婆推出来，最后警察也只能批评教育一番。大妈在面对物业和警察时态度良好，当场认错，承诺积极改正。很多邻居吃过她的亏之后，都是能避让就尽量避让，只有我这个孤家寡人和她硬刚到底。到了夜里，我灌下一瓶江小白，再次拖着行李箱上了楼。我连在大妈门口哭丧的3个晚上，大妈终于受不了了，她报警了。片区的民警处理过太多这个小区的纠纷，每一次都是别人报警要抓大妈，这还是头一次换了大妈报警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得给我做主了，我这人一生行善，到老了却要被这个年轻的小王八蛋欺负。我这一把年纪了，我婆婆更是上了岁数，老年人最忌讳的就是那一套东西了。可那个小王八蛋却天天半夜在我家门前哭丧啊，他是存心想要我的老命啊！大妈又开始了她擅长的那套一哭二闹三上吊。警察调查情况，我当然是否认了，我那只是半夜睡不着，一个小小的解压方式而已。大妈显得没料到我会矢口否认，让警察去她家调监控。可一个劣质的摄像头，想让它失去正常的功能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？怎么可能坏了？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录到？这摄像头就好好的挂在那里，还闪着灯呢。我当然不会说，我只是提前花了一点小钱，就黑掉了他家那个没有任何加密的廉价摄像头。大妈当初为了防我找上门闹事，特意装了监控，可她又不舍得下血本，买了最低版本的摄像头，反而让我轻松钻了空子。管理这片的民警早就知道大妈什么德行，他们象征性的走访了其他住户，可其他住户坚称没在夜里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。402的大哥还特意跑了回来给我作证，说我半夜上楼是为了找他谈心。简单的调查了一番，警察告诉大妈没有证据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大妈不服气，可又什么都证明不了。我主动提出上一次我因为他在我家私自装管道的事情还没解决，大妈气得直接当着警察的面甩上了大门。警察同志离开前也教育了我一番，我当然是态度诚恳的接受。跑出来看热闹的邻居，有的悄悄朝我竖起了大拇指，也有的劝我适可而止。那个疯婆子可不是吃亏的主，小心以后她追着你咬。前几年我就是年轻气盛，得罪了她，结果有一天从楼下走的时候，被她扔下的花盆砸破了脑袋。那时候高空抛物还没立法，那个疯婆子一口咬定是她婆婆不小心碰掉的花盆，最后医药费我都没要回来。哎，不说了，这种事儿发生太多了，要是有钱买新房我早就离开这里了。小兄弟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他拍拍我肩膀，叹口气回家了。突然想到了些什么，我笑出了声。这回我看他还能赖到什么时候。我买了几支窜天火箭炮，每天中午12点朝着大妈家的窗户放，夜里12点继续准时为他免费上门现场。在我放炮的第3天，一个花盆自上而下瞄着我的脑袋就落了下来，只是我的走位及时，一击未中，我遗憾的直摇头。然后第2个花盆毫无预兆的砸在了我的头上，好在我感觉到有重物落下，本能的朝边上歪了一下脑袋，花盆贴着我的额头砸在地上，额头一阵剧痛，眼前被一片血色模糊。我忍着痛赶紧报了警，然后第一时间去物业取证，最后才去了医院验伤。大妈这回慌了，什么高空抛物罪，根本就没听说过。前几年我婆婆也不小心砸伤过人，最后不也不了了之了。花盆只有我的指纹，不可能，花盆就是我婆婆受到惊吓失手碰掉的。她一把年纪了，你们还能真把她抓起来啊？那小子明明就是装的，你看他还在偷笑呢。我赶紧抿紧嘴角，然后吐了个昏天暗地。来医院验伤时，借着上厕所我转了100来圈，直到有要吐的感觉。直到现在，大妈还不敢相信她这回真的触犯了法律。她一直强调是我故意报复她在先，老太太被窜天火箭炮吓到了，才会失手将花盆碰掉了。她还说老太太一直都有心脏病，受刺激了就犯病，让我必须负责到底。我前脚刚到医院，老太太因为心脏病发也被送到了医院。虽然我严重怀疑老太太是装的，
可医生都不敢肯定的是，我更拿不出证据了。楼上大妈意识到这回真犯了事，又哭又嚎地说要给她女儿打电话。大妈听说还可能要坐牢，吓得不轻。这回她终于服了软，打电话要她女儿回来处理这事。小姚，是大妈错了，你就原谅大妈这一次吧，我女儿今晚就能赶回来。除了你砸到头这事要赔偿，装修的事儿我也会让我女儿跟你谈的。大妈心脏也不好，老太太又没有人伺候，所以你和警察说咱们和解吧。我选择接受了和解。我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楼上邻居把我家恢复原样，而且这回他也答应会赔偿我一笔医药费。医生坚持要我住院观察，晚上我躺在病床上闭目休息。一道脆甜的声音从门口传过来，你好，我是你楼上的邻居，现在方便谈谈吗？我提前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大妈的女儿提出要去我家看下实际情况。我回到新房时，她已经等在门外了。姚哥，你好，我叫孙甜甜，我妈和我奶奶年纪大了，你别他们计较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和我说。见她很好说话，我糟糕的心情也缓和了不少。打开房门，我让她看看进去我家那糟心的棚顶。看完之后，她邀请我上楼去她家，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这事怎么解决。你家没人？哦，我妈在医院照看我奶奶呢。我奶奶确实有心脏病，前几年还动过一次大手术呢。孙甜甜递给我一罐开好的凉茶，也坐了下来。姚哥，你看现在已经这样了，而且我家也已经装修好了，你就好人做到底，就在这基础上装修吧。来之前我也问了专业人士，其实这种情况对你家没有任何影响，掉了棚顶之后完全看不出来。姚哥，这个掉棚顶的工费由我来出，然后我再给你一笔补偿款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孙甜甜靠近我，我甚至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香气。我往后挪了一下，思考着她刚才的提议。楼上确实已经装修完了，并且人都住进去了，要是我坚持恢复原样，他家只能窗了地板重新装修。补偿要是能达到心理预期，这事儿也不是不可以商量。我刚想问他能给多少，手机就响了，是女友发来的视频通话。姚光，房子的事解决好了吗？会不会耽误咱们装修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能等得起，肚子里的孩子可等不起了。我受伤的事没告诉他，他本来就在孕期，情绪不稳，又因为网暴的事和我置气，我不想再刺激他。本来我和女友是打算过2年再结婚的，可意外怀孕后，装修就需要赶紧提上了日程。没等回话，我就感觉耳边有热气，然后吧嗒一声，右脸颊感觉湿湿的。孙甜甜亲了我一口，他是谁？你们干什么呢？姚光，你对得起我肚子里的孩子吗？视频对面的女友歇斯底里，情绪失控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刚想解释，女友挂了视频通话，我再打过去，她已经不接了。我也怒了，手里没喝完的凉茶使劲砸到孙甜甜身上。你有病吧？明知道对面是我女朋友，还莫名其妙的上来亲我。没想到我最初只是好心借给邻居钥匙，结果糟心的破事一件接着一件。他妈的，楼上这一家子就没一个正常人吗？姚哥，你打的人家好痛，人家一定都被你打红了。孙甜甜眼里还带着泪花，一双手却解开了胸口的纽扣，下腹一股燥热窜了上来，我感觉到耳根脖子开始发烫。姚哥，你不热吗？孙甜甜的一只手按在了我露出的脖梗上，触感冰凉，狠狠甩了自己一巴掌。我使劲晃头，想把那股燥热甩出去，这时他却主动缠上了我。我内心渴望缠上那股冰凉，可理智告诉我，我中招了。孙甜甜缠得厉害，声音也是软到不行，她半推半就的褪去了一半衣衫，我的领口和裤腰带也被她拽得松垮了，兜里的手机也被她扔到了一旁。好不容易推开她，我跌坐在地上，趴到卫生间，拿起喷头放出凉水，对着自己猛冲。等我再出去时，孙甜甜已经衣冠整齐地坐在沙发上，同时坐在沙发上的还有邻居大妈。女儿，你看妈刚才偷拍的行不行？那小子的女朋友要是看到了，会不会一气之下把孩子打掉？我冲过去想要抢过手机，大妈却突然伸出另外一只手在我面前晃了一下，我这才看清她手里拿的是我的手机，此时手机已经解了锁。大妈找出置顶女友的微信2维码，拍了照。年轻人，你虽然胆子不小，但还是嫩了点，你说这是想怎么解决？你应该不希望我把刚才的那些照片都发给你女朋友吧？我浑身湿淋淋的，还在滴着水。姚哥，那些照片拍得清清楚楚，就算我事后当着你女朋友的面解释，她也未必会信。男女之间就那么点破事，谁能真正说得清呢？孙甜甜笑得我心烦，脑子里嗡郁的。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把这对恶毒的母女扔下楼，然后我也跳下去。可女友何其无辜，她怀着我的孩子，我却想去死。她陪了我那么多年，和我一起吃了那么多苦，现在日子终于好起来了，她还有了我的孩子，我们本应该可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。我不想毁掉我一路辛苦走来，好不容易拥有的这点温暖。我最终还是妥协了，赔偿我不要了，都不要了。照片删了，以后咱们谁也别找谁麻烦。沙发上的母女惨惨笑出声，年轻人就是单纯，赔偿你不要了，可我得要啊！你好好看看那些照片，我好好的闺女都让你给弄成什么样了？你想拍拍屁股就走人，那都是你们设计的。你要是不同意，大不了我们就鱼死网破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女朋友就算非要和我分手，我也认了。这对母女又笑了。上一次的网暴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你说这回再上了热搜，这个续集广大网友看完会骂成什么样？
你已经失业了，是想以后都找不到工作了吗？这房子的月贷不用还了吗？你女朋友肚子里的孩子也无所谓了吗？大妈拿出一纸合同，年轻人，我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你那房子我猜你应该不想再住了，不如我出了当年你买房时的首付，你把房子给我，然后我们就彻底两清了。他们这主意打得真好，这房子我都已经还了近3年的房贷，每个月8000多，折算下来就是将近30万。我冷笑出声，这是把我往死里逼啊！难怪402住户的大哥会说摊上这样的邻居简直是人生最大的噩梦，难怪其他人都劝我不要和这种邻居纠缠，会得不偿失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这种恶灵一旦沾上了，就得8层皮才能摆脱。我站在客厅，俯视这对暗自得意的母女，我冷冷地盯着他们，然后操起茶几上能抓到的一切，朝他们用力砸了过去。母女惊叫出声，跳开老远。你有病啊，发什么疯？我抢回自己的手机，对，我就是有病，而且我还会更疯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我主动找了女友，坦白了这一切，可没想到女友不怒反笑，抬手就给了我一个大逼兜。傻子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因为那些照片受到刺激，然后打掉孩子和你分手吧？我点点头。自从怀孕之后，女友就变得疑神疑鬼的，我不敢保证她看到那些照片会做出神妖傻事来，所以你会完全相信我，对吗？我有点激动，我就知道我们这些年的感情不是假的。亲爱的，我也要和你坦白一件事，听完你可不能生气，否则我就真的打掉孩子和你分手。没想到女友的误打误撞刚好帮上了大忙。女友哭着说她太爱我，又是在孕期，更加不放心我，所以在我手机上装了定位，还在我的情侣手机壳上装了隐形窃听器。所以在孙甜甜莫名亲了我一口之后，她就挂了通话，听我们在干什么。结果之前在楼上发生的那一切她都听到了，也都被设备录了下来。女友要我带着证据报警，我拒绝了。短期内我们是没有能力换新房子的，所以我必须用比他们更恶毒的方式还击回去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想要他们彻底老实，就得用更恶毒的方法。我的方法管用，就是有点晦气。我和女友说了，女友竟然没反对。都是假的，晦气什么？我和宝宝都支持你，你这也是在守护我们。说干就干。我联系了老家的好友，也是我旁支的一个同辈亲戚，说明用意。我从他那里借来了不少道具，没等我开口，他就先保证说不会让我家里人知道这事。我给他转的红包他也没收，说让我把这钱给怀孕的女友买些补品。道具第2天就送来了，好友帮我布置了整整1个晚上。天刚亮，下楼遛弯的楼上大妈就来砸我家的门了。小王八蛋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想和解了是吧？女朋友和孩子也不打算要了是吧？我在屋里装死，完全不回应。大妈骂了一会儿，上楼了。很快我又听到她再次下了楼，站在楼栋门那里举着喇叭喊，大家快出来看看啊，301那家把房子改成骨灰房了，他干的这叫人事吗？他这是在诅咒我们，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一起抵制。可任他喊破喉咙也没人搭茬。你们就这么自私，都不嫌晦气？大妈这回不止骂我，连周围的邻居都骂上了。我不嫌晦气，我也不嫌。小姚提前说了，他要搞自媒体创作，拍个短视频。我们都不嫌，支持年轻人自主创业。对，我们都支持小姚创业。你报警都没用，我们都嫌你晦气，该搬走的是你。大妈站在楼下，她扔掉了身上的菜叶子，使劲踩了几脚。你们高空抛物，这是犯罪，我要告你们。不好意思，家里的老人不懂事，要告你就告去吧。告吧，告吧。老头子，我活了70、80岁，还没见过监狱长什么样呢。大妈灰溜溜上了楼，经过我家大门时猛踹了几脚，我家的门窗都装成了灵堂的样式。大妈这几脚正好踹到了我在门上设置的小开关，一阵阴森的音乐回响在楼道。大妈嗷的一声窜回了楼上。晚上我又准备了哭丧3件套，大妈气得够呛，又不敢下楼找我，她又把女儿找了回来。孙甜甜回来的那晚，我哭丧完，定时好的震楼器准时响起。我藏在楼梯间，看着怒气冲冲的母女2人下楼找我算账。毛坏房的门还是开发商送的那种最简单的防盗门，本来就不太结实。我今天又特意加工了一下，此刻的大妈用力踹了2脚，门锁就坏了。母女2人前后走了进去，空旷的毛坏房里只有阴森微弱的红光，丧事用到的纸扎摆满了整个客厅。微弱的红光是由地上的红色灯管发出的，由门口一直延伸到正卧。我借着门外声控灯的亮光，眼看着母女2人跟随红光走进卧室。我告诉你，老娘年轻时连坟地都睡过，才不怕你这套。你是男人的话，就给老娘滚出来。姚哥，你这样可就没意思了。那晚我明明感觉到你的反应了，你出来，咱们好好谈一谈。赔偿的事可以重谈，其他事也可以谈一谈的。母女2人见我没有回应，举着手机借着光进了主卧，然后就是2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尖叫。他们进去时，2束手机的光正好照在黑漆卧室的中央，中央摆着一个大型显示器，显示器闪了又闪，然后亮了。屏幕上是母女2人的照片，照片下方摆着贡品和菊花，两侧分别摆着人形纸扎，纸扎随着2人的尖叫声开始不停摇晃。中式恐怖片经典配乐适时响起，母女2人慌忙而逃，撞在了一起。大妈的女儿报了警，警察来到熟悉的地点，看到熟悉的面孔，微微扶了一下额。警察同志，你这次可得给我做主啊！
你看看这个小王八蛋，简直丧尽天良，想要咒死我呀！听完母女二人的叙述，警察皱了下眉，然后去了我家调查。屋里的摆设装饰我没动，只是卧室显示屏上的照片被换掉了，换成了 AI 制作的虚拟人物。我拿出短视频剧本给警察看，然后又将母女二人踹门闯入我家的视频交给了警察，一并上交的还有女友转发给我的那段录音。警察同志，孙甜甜及其母亲私闯我家，还曾对我下药，进行敲诈勒索。还有关于装修的事，我之前也报过警。这一次不只是我递交了证据，之前被欺负过的业主也都一一将大妈曾经的恶行供了出来，包括物业也积极的配合。没多久，楼上邻居就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。费了番功夫，我家也终于恢复了原样，并且得到了赔偿。402的大哥也搬了回来，小区里一片祥和。在邻居们的帮助下，我家很快就装修好了。在屋里的各项指标都达到居住标准后，我和女友顺利搬了进来。我们在小区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，物业也出了不少力。来年春天，我的女儿也出生了。曾经的那些苦难都随着女儿的出生渐渐的消散了。生活总要继续，人也要向前看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全文完。